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据报道，新浪旗下的香港证券公司华盛通发表声明，将华盛通的 App 从内地的手机商店下架。至此，香港三大互联网证券公司通通对内地投资者关上了大门。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据悉，华盛通用户体量并不算大，公司7周年宣传中提到，赢得了数百万用户的信赖与支持。业内人士分析，这也是或许为何去年头部互联网券商下架境内应用软件后，华盛通还能继续存在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中国政府从2021年11月就开始了关门行动，当时证监会约谈了香港的两大券商富途和老虎，要求他们停止在内地发展客户。香港的证券公司是可以投资港股，也可以投资美股美债。之前香港本土的券商自成体系，前3名是摩根大通、瑞银和美林，这些都是老牌券商，只服务于高净值客户。即使对于香港的普通客户，他们也不会接待。针对内地投资者开展港股美股业务是从2014年开始的。当时的情况下，内地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业务，在全球布局。这里的先行者就是富途，他的创始人是李华，他本来是腾讯的第8号员工，看到这个商机之后创办了富途。在2014年拿到腾讯的首轮投资，随后腾讯又连续几轮领投富途，至今为止，腾讯已经是富途最大的机构股东。富途在2019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现在面对华人世界的最大的证券交易机构。老虎证券成立于2013年，创始人是来自网易公司的有道，后来获得了小米的投资。和富途差不多，老虎也在201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由于背靠大陆这个广大的市场，所以这两家券商这些年都发展得非常迅速。拿富途证券来说，它的周交易额都已经达到了传统券商摩根大通的1半。而华盛证券是2016年成立，由海归张婷创办，2017年获得了新浪和微博的投资，起步较晚，一直是处于追赶者的状态。所以一开始证监会是和富途、老虎证券谈话，并没有涉及到华盛通。现在华盛证券也被约谈。在中国证监会的官网上，我们还能看到2022年12月30日的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中国证监会推进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非法跨境展业整治工作。在这个文件里，回顾了从2021年11月11号，证监会对富途和老虎进行监管约谈，要求其依法规范面向境内投资者的跨境证券业务。总体思路是有效遏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简单来说，就是不允许他们再为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开立新的账户，但是如果是原来的老账户，则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通知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就是允许原来的老客户继续使用，但是禁止境外机构接受违反我们外汇管理规定的增量资金转入此类投资者账户。这个就是证监会关于整治规范内地投资者行为的情况。现在中国的金融环境日益艰难，香港的外汇储备也已经被中央政府挪用的所剩无几。日前万科的信用评级被定为垃圾，这也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彻底破灭，无人能幸免。即使在2023年中央出台了银行力保的白名单，也于事无补，甚至有可能让银行也引火烧身。所以必须要关门打狗，富人的钱1分也不允许流出。大厦将倾，中共现在火力全开，全力修补铁栅栏，希望能够多撑几天。睡觉